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来画一幅人物肖像。今天画的是我们家的一位好朋友，我仔细画了素描稿。开始上颜色前，先刷上一遍水，充分的让纸湿润。我先来画气球，用葛黄加一些黄赭画左面这个气球。我顺着气球的边界画下来，其实刷出去一点也没关系的，可以更随意一些。加入一些胶赭和群青画灰色部分，轻轻扫动，让颜色互相融合。古蓝进来，再来点紫，红一点，右面也来，加一点红，多调一点蓝色来做这个蓝气球。同样的，这个边界可以不用这么小心做，因为背景也是蓝紫色调子，甚至第一遍可以一起刷。古蓝再来，留出一点高光。这里加一点黄绿色进来，再暖一些。继续加深。有人觉得透明的东西很难画，像花瓶啦、玻璃杯之类，又是反光又是高光，什么固有色、环境色之类。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好画的。如果玻璃体不是你这幅画的主角，那么随意点处理更好。现在这个气球算是半透明体，水彩的特点刚好适合表现这样的质感。加强一点左边气球上的蓝色。这两个气球稍微复杂一些，颜色多一些，增加了一点难度，但它们不是主角，随意一点就好。用清水洗出一些光点，增加一些氛围。今天这张画如果画得好，会作为一个生日礼物送给这位朋友，我的夫人也会很有面子。气球上有各种颜色的点，我就撒一些上去，再用笔刷做一些随意的点，暗紫色，还有橙色，不用太多。再来做背景，紫色调子的背景，再来些偏暖的紫，再来偏冷的蓝紫色，跟气球接起来。可以看到左侧沉淀物有点多，我买的最普通的颜料，没有沉淀物的标识，所以不知道是哪个颜色造成的。我决定让背景颜色更深，以便于把前景衬出来。现在来画头发，先画光源的颜色，前面的是亮黄色，用葛黄来做。侧后方的光源更冷一些，偏一点绿。用群青和胶赭混合一个暖紫色来加深头发。顺着头发梳理的方向，留出刚刚做的黄色和绿色。此时背景还是湿的，保持笔刷上颜色的稠度与背景的稠度相一致，能让头发的边缘与背景很好的衔接起来。右侧头发上有很多蓝色的反光，同样用古蓝来做，跟气球上的颜色呼应。再用暖紫色衔接起来。继续来加深头发。
把笔刷上的毛岔开，顺着方向来刷。右边也同样来做。由于不断的加深，纸面一直是湿漉漉的，可以不停的加颜色上去。现在开始画主角了，用葛黄和玫瑰红调一个淡淡的橙黄色来铺底，这也是光源的颜色。加入玫瑰红，开始加深肤色。趁湿加入一些蓝紫色，让脸颊上带一点右侧气球的蓝色反光。继续加深肤色，用清水洗一下，柔化边缘。继续这样的操作，就好像给脸部做一层淡淡的粉底。每次在用清水柔化边界的时候，就像在洗出一片片凸起或凹进的花瓣，脸部结构就在这一片片花瓣中呈现出来。加多一点玫瑰红，仿佛在沿着花瓣的走向再给脸部做加深。当我反复这样做的时候，脑海里突然浮现了小野月士在画玫瑰花时的情景，真的好像在画玫瑰花呀。如果你打开右上方的链接，就能理解我所说的了。同样，就像在加深花瓣，不能只用红色，而是用一些紫灰色，甚至更冷的灰色来做，才能使脸部色彩更亮丽。靠近气球的地方更蓝一点。这里稍稍加一点黄绿色，让色彩多一点变化。纸还没完全干，继续。加深眉毛和眼睛区域。趁着纸还是潮潮的，我不断的叠色，不断的用清水柔化边缘，整个脸部像是一个个小面团揉成的，几乎看不到笔触。这和我之前的画法很不相同，但我还在学习过程中，多做一些尝试也无不可。况且我确实感到这样做能提高对水分的掌握度。脖子这儿继续加深。项链也大概画一下，淡淡的古蓝，灰一点，加一点紫画暗部，再来点强烈的蓝色。左面部分用暖色，靠近黄色气球，偏黄一点，大概意思有了。再来画衣服，强烈的绿色，水分多一点，加一点普鲁士蓝，更冷一些，有些微的冷暖变化。右面这块空白也补上，先补上蓝色，再补上红色，不能忘了耳朵呀。葛橙加玫瑰红调个口红的颜色，是时候该涂口红了。
清水洗出高光，加一点群青来做暗部。如果说刚才是画粉色的玫瑰，这会儿就是画红玫瑰了。用合成笔刷来做，其实这是很便宜的尼龙笔刷，手边捡起来就用了，以后买支好的。给上嘴唇也涂上口红，加一些深色，把眼睛也加深一下，把眼睑、瞳孔、高光的位置确定下来，稍后回来再做。今天的第一刷就做完了。好，第二刷开始，用葛橙和玫瑰红来加深。这次我没有刷水，直接上颜色。又是刷牙洗的，是不是有点熊猫眼的意思了？不知道今天这个生日礼物能否送得出去。我们的朋友聪明漂亮，也很有成就。如果我搞砸了，就少了一份别致的礼物，这还真让我有点小紧张。不过，随着其他部位的慢慢加深，骨骼、肌肉都得到了更精确的表达，明暗关系、冷暖关系都得到了加强，熊猫眼也就渐渐消失了。今天用的玫瑰花法则算是又圆回来了。继续加深暗部，脸部就被衬托出来。这里太暗了，洗一下。用胶赭、深红和普鲁士蓝混合深色来加深头发。这是又一个使脸部变得亮丽的方法，但注意不要画闷画死，不要大块的涂，把笔立起来，把笔刷的毛岔开，松弛的有弹性的跳动笔刷，顺带把发际线的细小的头发也做一下，这让头发变得真实而生动。做右侧头发的细部时，留出这些蓝色的反光。继续加深，加深眉毛、眼睫毛，这些都是在前面的基础上做才会有效果。如果没有前面的加深，现在这些深色的睫毛就没有生长的基础，就会看上去不自然。仔细确定这些位置边界，包括眼睛的细节。再来涂一遍口红吧。这儿加一些阴影，否则牙齿会显得不真实。项链的细节，衣服，还是项链的细节。再来把背景加深一下，顺带的把气球的边缘线弱化一点。加强右侧气球的蓝色。
在肩膀的位置加入一些绿色，让气球有一种半透明的感觉。同样也需要强化一下左面气球，提亮黄色，这样才能让整个画面达到色彩上的平衡。最后点上金粉，我买的一盒水彩颜料里面居然有这个金色，还有这个闪闪的紫色，正好用来点缀一下气氛，很好的生日礼物。好啦，我的画完成啦。如果你喜欢，欢迎按赞关注，谢谢观看，下次再见喽。